秋走了，他给这家带来的希望、情理、欣慰、纯真和快乐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不，我们还在，马店还在。华堂，就让玉秋去吧。他要是看到马店的兴旺，他也会高兴的。我会的，为了玉秋，为了所有对马店寄予希望的人，我会把马店越办越好的。小姐，二小姐去世，老爷生病了。朱伯伯，回来了，书本都印回来了。您感觉好一些了吗？没事的，来坐。这么多大事没做，我是不会倒下去的。玉秋没了，本来我还想这次从香港回来看看他，可是没想到他就这么先走了。不哭，应该把一切都埋在心里，把咱们的大事先办起来。没见到也好，见了更糟心。玉秋的走，让我躺在床上，想了好多，都是伯伯糊涂啊。别看我们热衷的是图新，以为我们完全抛弃了旧的东西，甚至不怕任何艰险和敌视。其实，几千年的文明，既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底蕴，也给我们留下了顽固的机构。像我这样，也包括你们，是很难分清什么是底蕴，什么是机构的。弄不好，就一方面追求着新的同时，也在维护着旧的。本想给世人带来光明，却在他们心头布下了阴云。玉秋就是这么走的。我也想开了，不再和闵家纠缠了。玉秋的丧事就随他们去办吧。
伯伯，现在有件事能说吗？拿来吧。法国人早有准备，把云南的地图印得如此精致。伯伯，您知道法国人对这场战争放出了什么筹码吗？他们又要干什么？我爸爸派来的电报说，为了遏制英国人一直想对云南进行控制，法国人借机想把路权抢到手，要从昆明到越南修一条铁路。朝廷应允了吗？当然不会应允了。电报里说啊，洋人是鬼胎早在，早晚会生出妖魔的。你爸爸是这么说的？他说是总理衙门的看法。也未必全是坏事。南起越南，北至昆明，要是真能把这条滇越铁路修起来，那可真是为咱们云南积了大德了。朝廷若是批准了此举，那我们又有事情可干了。到时候把你爸爸请来，帮他们一把。帮法国人？您别忘了，国人对洋人还怀着恨呢。我也恨，我恨不能把这条铁路明天就修起来。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我就不信，法国人把这条铁路修起来，还能把它再搬走。来人，老爷，去把刘妈接回来。她伺候玉秋这么多年，不能再留在那儿了。养她老也是应该的。是。沿着二哥战斗过的地方，已经找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可是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所能听到的，无非就是抗法战士们的英勇事迹。也不知道，这样继续找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有结果？但是我坚信，二哥他还活着，而且，我离他也是越来越近了。二哥，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，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这个家，你不会走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你找到，接你回家，让我们一家人重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我是从云南一路找下来的。他从小就喜欢舞剑，也许他是在战斗中受伤了。我已经找了他很久了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。怎么，你也找那人？你知道有这么个人？寨子里人都知道，是老阿伯救过的。哎，大婶儿，哎呦，扎着了吧，姑娘？大婶儿，我不痛，你快告诉我，那个人他在哪儿呢？这得问老阿伯。刚才来个人问过，我也是让他去问老阿伯的。是他，竹万良，是个个子高高的，长得白白的，还跟着个随从吗？我可不敢问人姓什么叫什么，没两个就一个。一个？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走。哎，二小子，早点回来，别贪玩了。朱老先生，教会医院已经竣工，你今天找我来，应该是为了新建教堂的事宜吧？
神父先生，修建教堂那只不过是小事一桩。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有一笔更大的生意要和你谈。什么生意？您请说。啊，你看，贵国要在云南修建一条滇越铁路，想必神父不会没有耳闻吧？想不到朱老先生的胃口这么大，竟然会对这块肥肉也想分一块。神父先生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云游的方丈不一定能胜得过坐地的和尚。云南地处山区，山地险恶，修建铁路绝非易事。如果完全由贵国承担，那工期将会无限期的拖长。可是如果把这项工程的土方承包出去，那从各方面来说，尤其是对贵国，都是有利而无弊的事情。朱老先生，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啊！我们的公使馆传给我们的信息，还真是这么打算的。如果我帮朱先生牵线搭桥，此事应该是不成问题。不过，我毕竟不是纯粹的生意人，传教才是。神父先生，你不必说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水到渠成。如果你真的把好事做到家，即便没有我朱自珍，教堂也照样会修建起来。那好，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，铁路的事情我帮你。哎，我要把话收在头里，我也是在帮你们呢。朱先生何止精明，还滴水不漏。来，请坐。你看啊，从昆明往南，要经过很多地势险峻的地方。听说您在几年前曾经用牛车送过抗法义军的伤号，是吗？您还对村寨的人讲过，有一次护送过一个被火炮炸得很厉害的人回云南，是吗？他告诉您，他是昆明人，家里是开马店的。我就是来打听他的，昆明天河马店的二少爷，他是我妹夫。华州，真的是你吗？他知道自己的伤势，到了云南境内，说什么也不让我送了，说老人家，你的心意尽到了，能死在云南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就让我自己躺在这儿听天由命吧。接着就给了我这红穗子，让我记住他是昆明一家马店的后人。他伤在什么地方？是腿、右腿还有脸，好几处呢。老人家，那把剑呢？他一直攥在手上，这个穗子是他揪给我的呀。老人家，恕我直言，既然您救了他，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，送人送到家呢？是不该把他丢在路边，可我拗不过他呀。我也不忍心呐，看他伤成那样还求我。他说他活不到家，他不想回家，不想让家人看见他这个样子啊。你们分手在云南的什么地方？那哪知道啊？
只记得进了云南地界，还走了2天呢。那应该离边界不远吧？没错。知道了。哎，不是我扫你的兴，他定是不在人世了。你想想，伤势那么重，我一走，半荒野地只有他一个人。别说是伤，就是饥呀、渴呀，哎，罪过呀！我怎么没把他拉回到寨子里呢？老人家，这不能怪您，您不知道他的心思，您是拉不回他的。老人家，我代表2家人谢谢您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担当不起呀！老人家，告辞了。怎么，你还要去找他呀？要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是还有徐茂才吗？我让他先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总觉得找二哥是亲人的事，有个外人跟着，心里不太舒服。怎么了？看什么？没想到我最想找到的，还是先被你找到了。那是因为我笨，忘了小时候玩捉迷藏，你藏我找，总是找不到，还急得哭过的。现在，也该让我找到一次了。好了，既然大方位已经找到了，你就先回去吧，下面由我一个人来找。怎么，在你面前我也成外人了，不舒服了？法国人是不是还要以在马甸盖教堂为条件呢？当然了，不达目的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那您答应了？这种以文化侵略为前提的事情，断然不可答应。那咱们的土方工程，你去，把那100两黄金的抵账，还有这些年对马甸的那些账目都给我准备好，在手边呢。您是要？我是担心法国人会走通官府，逼迫敏华堂就范，那可就谁也挡不住了。如果逼急了，说不定他还要闹出乱子。你快去吧。是。您请。好了，这位爷，您到柜上结账啊。刘德厚，结账了。好嘞。哎呦，这位爷，您稍等，我给您算算。里边请，好吧？里边请。这边请啊，小三子。哎，好。老总办，您怎么来了？岳父大人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指点我们的生意了？就怕你禁不住指点。走吧。当着你爹你娘的面聊去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慢走啊。哎，何娟，何娟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说今天这亲家老爷子来干什么来了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肯定有事儿呗。废话，这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操心不怕老得快啊？2踢脚上天，听响就是了。岳父，有什么要指点的，您请说。
话你就说错了，你说晚了。我说你说错了，是因为马店有我的股份，我应该是股东，而不应该是指点，应该叫做主。说你说晚了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把我看成股东，所以才出此指点二字。那有什么您尽管说，我一定照办。知道为什么我非要当着你爹你娘的面说吗？因为前面的事儿你没经过。没经过，也不见得不知道。您说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当初是闽竹两家合伙开的马店，可一直由你们管的，对吧？对。您不是一直惦记着搞洋务吗？按照经营惯例，我也有管理权，对吗？当然。所以，我在这听您指点。光指点不行，我要亲自管给你看看。就算轮流坐庄，也该轮到我了吧？照理说，应该的。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了，都已经顺理成章了。您有什么要指点的，我照办就是了。不行，我要的是我的管理权。那您说说，我管跟您管有什么不同？这还用说吗？难民进驻马店，我跟你说了该怎么办，可你不听。我拿出银子要帮你，你又不要，结果怎么样？差点没揭开锅吧？您这话不假。不过，我也确实知道，您在这次劫难当中赚了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这也许正是我们两家经营之道的不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作为一个商人，您做的正确与否，我不敢苟同。这正是我要向您请教的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您：帮人于危难，救人于水火。您在这个时候赚的钱，心里头花的就踏实吗？不错，是闵寿南的儿子。即便是心里认了输，嘴上也得站着理，绝不服软。可我也要告诉你，光说请教没用。打从你爹那儿开始，就没有把仁义之本、经商之道结合起来。我今天即便是跟你说了，你也未必能够做到，或者是你干脆就不愿意做。所以我才要收回我的管理权。干脆说吧，行还是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洋人正惦记着马店，想拆了盖教堂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也别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。听你这个意思，说想把马店接过来卖给洋人了？我没这么说。可你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告诉你，想占马店的事，比你先知道。我还要告诉你，要想保住马店，就凭你敏花堂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道行。要想保住它，还得是我。我承认，论经验比见识，我没法跟您比。但要讲究看透洋人，我们闵家是拿命换来的。别说是为了马店，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也绝对不服这个软。好小子，你爹还跟我有个商量。你今天是跟我玩儿横的不讲理了，是不是？这只是我不还给您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，我爹在世的时候，
您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我们还那100两黄金的古金，这说明那100两黄金早已经不是古金，而是债务。所以，您在马店只有债权，没有股权。故此，您可以跟我要账，但不能跟我要管理权。好，里外分明，算得清楚。可是我担心马店照你这样经营下去，我那100两黄金的本息什么时候能够还呢？现在？现在？是。明儿，大掌柜，把刘德厚给我叫来，带上账本，把账算清楚了。是。有算好的，别介，让他们自个儿算。多少？连本带息，总共是3860两，1两不差。我还，1年之内一定还您。小子，我给你5年，还是按这个数还。大掌柜，您……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您没事吧？都给我出去！你们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怎么回事？亲家老爷子来要账，大掌柜急了，说要还。可就算是5年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呀！你别瞎说了，赶紧帮大掌柜想办法呀！大奶奶，啊，哦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亲家公又来要账了。都忙活去吧。哦，是。走啊！哦，好。有什么心事，你跟我说。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如果1年之内交不上古金，这马店就变成别人的了。是啊，我是知道。
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能变出钱来了吗？快起来吧，华堂，不至于这样吧？我们想想办法，还能还上。啊，来，我们起来说啊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算是马店的大掌柜。你应该想想办法，扩大马店的经营范围，增加收入，尽快的把钱给赚回来，把它给还上。这样做，不光是给死去的爹一个交代，更是给马店上上下下所有人一个坐享。你可倒好，刚一算出来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你看你这样子，哪像是闵家的当家？且不说我爹知道了称怨，连我都看不起你。要是让惦记马店的法国人知道了，该怎么看你这个中国人？常言说，赤道山前必有路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你应该把我们闵家多年传下的那本生意经给念好，让马店更加在主顾的心里扎下根。到那时，我就不信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硬抢。这正是爹要让你成熟的。仁义就是谦让，体统就是忍耐，不与人争才是大德。你必须给我记住：对家和为兴，对友和为贵，对国和为天。爹，您要我们成守的这一切都没有错。可是儿子要告诉您，谦让换来的是人家的得寸进尺，忍耐换来的是别人的变本加厉。如今儿子不得不改变您留下的这种经营理念。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住我们的马店。爹，请您原谅儿子的不孝之罪吧。何全，把所有的伙计都给我叫来，我有话对大家说。是。
天河马店能在昆明矗立到今天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诸位的同心协力，靠的是咱们马店一整套的经营之道。我天河马店凭借着几十年的仁义经营，才成为今天的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求。别看有人瞧不起他，想看他的笑话，可他就像独树成林的老榕树，落地就生根。咱们的经营之道是什么？甘为下人，图客之变。什么叫甘为下人？把宾客当成店主人，做到宾至如归。那什么叫做图客之变？来客的方便就是我们的所图。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有6要4不3要紧。哪6要呢？来要相迎，走要相送，住要舒适，行要方便，吃要过瘾，去要再来。那4不要呢？1不叫不打扰，2不说不盘问，3不笑不答话，4不给不纠缠。不给不纠缠，那我不是要陪到姥姥家去了吗？这就是最重要的3要紧，要紧的是讨人之心，解人之难，为人之本。对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，我敏华堂才敢说，想要看我天河马店的笑话，如同螳臂当车，白日做梦。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，还要宣布一个新的计划，就是要成立天河居饭庄，让不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也能尝到我们的滇味佳肴。好！大掌柜说得好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和大掌柜一起，把马店越办越大，越做越好。好！大掌柜，请您吩咐。刘德厚在，以后饭庄和马店2本账都归你管。谢大掌柜。何全在，以后你就是天河饭庄的2掌柜。我，大掌柜，我只会打指引，我怕干不来啊。在宾客眼里，我也是打指引，打指引才是开店的真功夫。那好，我干。老掌柜的在临过世的时候，在前堂刻下成守2字，就是想告诉我们，诚在于守，守则源于诚。现在我想通了，与其坚忍在心，不如豁出去一干。天河马店就是天河马店，天河马店就该是天河马店。大家动手吧！是。来，大家动手，把桌子椅子先布置好。来，来，到那边去吧。过来，小心点儿。来。马店有盼了，我也该给你找个伴了。